Hello Hello， 胖妮儿来喽！胖妮继续讲《甄嬛传》。这2天，胖妮看到一个提问：纯元若是活到了4大爷登基以后，他能斗得过华妃吗？咱们今天深扒一下这个话题。华妃死后，皇上还是给了她贵妃的体面，谥号敦肃。端妃酸溜溜地讽刺她温厚为敦，她何时温厚过？这谥号听着就让人觉得讽刺。端妃还说，那死后的颜面都是做给活人看的，皇上如此做，只不过是给自己留点颜面。胖妮觉得端妃说这话并不是很客观。皇上多次表示过，世兰要强一些，但本性不坏。朕和世兰多年夫妻，总有恩情在，所以皇上可能真的觉得华妃挺温厚的，不像在谥号上要讽刺她的样子。这难道不更说明皇上情人眼里出西施吗？而且端妃说的死人的体面是做给活人看的，与其是在说华妃，不如像在说纯元。因为皇上如何宠爱纯元，可都是在传说中的，后人也无法亲见。但是皇上如何宠爱华妃，甚至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宫里所有的老人新人可都是亲眼看到的。所以胖妮觉得纯元若是活得长久，他还真不一定能斗得过华妃。在《甄嬛传》的一开始，皇上去看华妃，宋之跪着挡驾，说华妃早就睡了。这样的刁蛮与任性，真是紫禁城里的头一份。甄嬛在最受宠的时候，也只敢在床上装睡，断断不敢派锦汐在门口挡驾。但是这种逾矩的行为，在皇上看来，只会觉得华妃率真可爱、矫情，愈发小性子。在大部分嫔妃都不得不做女德标杆的同时，华妃却可以畅快地做自己。不得不说，这是皇上的纵容。皇上的纵容让华妃无法无天，竟然觉得推眉庄下水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其实当时彩月已经隐晦地暗示，是华妃派人推眉庄下水的。宋之说华妃娘娘有几方好墨，方才忘给了，派奴婢去取。当时皇上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后来华妃急匆匆赶到，一开始心里惴惴不安的，请安的时候还在观察皇上的脸色，后来更是试探皇上的口风，是臣妾，协理6宫无方，还望皇上降罪。没想到皇上根本不愿意惩罚华妃，而是在心里觉得眉庄不中用，这么容易上当，若是要惩罚你，皇后也难逃罪责。而且重要的是，当时皇上正在碎玉轩，听到眉庄落水，匆匆忙忙赶过去，却被华妃一阵花言巧语，又哄着要去翊坤宫吃什么阿胶桂圆羹。其实就是因为眉庄落水，甄嬛被华妃截胡了恩宠。大家想想看，如果情况倒过来，甄嬛害了别人，难道皇上会心知肚明地为她隐藏、宽宥她，甚至还要宠幸她吗？宠爱甄嬛的时候，皇上从未放弃过原则，但是宠爱华妃的时候，胖妮常常不知道皇上的原则到底在哪呀。在甄嬛跳惊鸿舞的那场戏也是，华妃说听闻读书可以怡情养性，所以读了梅妃的《楼东赋》念给皇上听。重要的是这几句是山海而常在，四日月而无休，奈何极色雍雍，妒气冲冲，夺我之爱性，斥我于幽宫。最后还要加上一句深感梅妃思君情长。华妃的意思是，她与皇上原本山盟海誓，如胶似漆，是眉庄和甄嬛嫉妒她得宠，所以用卑鄙手段夺她爱性，将她牵至冷宫，好一副可怜兮兮的受害者嘴脸。可事实是，她先推眉庄入水，后唆使于答应给甄嬛下毒，甄嬛与眉庄被迫反击，才导致她被冷落了一段时间。华妃说的这段话语中，只有思君情长4个字是真的，其他都是胡说八道。但皇上这么英明的一个人，却马上心有不忍地说，华妃委屈你了，朕若得空就常去看你。所以华妃在临死之前说的对，你个贱人知道什么？无论我做过什么事，皇上都不舍得不理我太久。这种待遇，甄嬛的确从来没有享受过。有一次下雨打雷，皇上原本睡在华妃的翊坤宫，听见雷声之后，担心甄嬛害怕，连夜跑去碎玉轩，看上去好似更宠甄嬛。但是就惠春所言，华妃也有今日。我们可以得知，这种半路截胡的事情，华妃以前也常做。皇后说，本宫当年的屈辱，她今天也算饱尝了。
但是这样的屈辱，贵为皇后，貌似也只能平静的忍耐。华妃却言辞激烈，好似甄嬛做了罪恶滔天的恶事，杀了她。被宠爱的总是有恃无恐，不被宠爱的，如皇后，也只能默默忍下屈辱，等后人来为她报仇。而且这件事还未完，过几天华妃在御花园碰见甄嬛和安令荣，华妃气不打一处来，就要借题发挥，有罪时再来赎罪，未免太晚了吧，教会两位妹妹应有的规矩。然后华妃无理取闹，正好被皇上看见，皇上低声问：起来吧。怎么，今儿有点不高兴？青天白日的，竟在宫里唱这些靡靡之音。像不像现代的男人哄自己爱吃醋的女朋友？皇上和华妃的关系是唯一一个让胖妮感觉有点像现代男女朋友谈恋爱的那种感觉，吃醋、撒娇、包容、调戏、撩拨、生气都趋近于平等的关系。倒是甄嬛和皇上，虽然甄嬛口口声声说想做皇上的妻子，但胖妮感觉这两人的相处模式君臣壁垒还是非常分明的。皇上并没有特意为甄嬛模糊了尊卑的界限。剧里有一个镜头，华妃亲自为皇上穿衣打扮，挂上东珠朝珠的时候，眼中洋溢着满满的爱意。皇上是坐着，华妃是站着，两人的相处模式真的颇像正在热恋中的情侣。与之对比，甄嬛也有一次在养心殿伺候皇上穿衣，有一个甄嬛跪着为皇上系腰带的画面。看那个画面，你就会明白，不管甄嬛当时怎么受宠，皇上对她的定位还是侍妾。当时皇上皱着眉说，每日上朝都为10亿之事烦心不已，隐隐表达了对甄嬛的不满。10亿期间，前朝后宫都乱成一团，你不为朕忧心就罢了，还要逼着朕去处置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的亲妹妹，你真是太不体贴朕了。甄嬛却说，智者劳心，能者劳力，皇上劳心又劳力，自然格外辛苦。但是这话就像哄小孩一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当时皇上日夜为10亿烦心，华妃也是熬了好几夜没睡，还逼着江澄江慎找医书，把眼睛都熬红了。但是甄嬛那时并未表现出对皇上特别的关切，相比之下，皇上其实非常失望。你这样哄朕，朕就是再累也不得不甘之如饴了。一个哄，一个不得不，表现出皇上对甄嬛的真实态度。一来，皇上觉得甄嬛爱他不及华妃真心，只会哄骗他，嘴上说的好听，真要碰到大事，也没见甄嬛真的为皇上着急。二来，不得不代表皇上对甄嬛感情的嫌隙，不得不就是不情愿，装样子做出甘之如饴的姿态，但是内心是失望的，觉得甄嬛有那么些薄情。后来因为华妃进献了温实初的方子，皇上正好找到台阶宽宥了华妃，却对心灰意冷的甄嬛说，御膳房做的菜要顾及所有人的口味，不会因一人格外迁就，就如朕也要顾全大局。这话皇上永远都不会对华妃说的，因为华妃被皇上宠的永远都不懂迁就，也不知道什么叫顾全大局，只知道一丈红和杀了他。所以说，如果纯元一直活下去，他未必斗得过华妃。皇上对纯元的深情带有极其明显的表演性质，对死人的深情那是表演给活人看的，除了不让别人非议他的刻薄外，也有掩饰他与纯元的婚姻只是政治联姻的真相。但皇上对于华妃的爱情却是真实而鲜活的，鲜活到即使华妃最后被赐死，皇上依然觉得她一生温厚，本性不坏。华妃把她最美好的一面都留给了皇上。皇帝后来不愿再见华妃，并不是因为厌恶，而是愧疚，那独一份的欢宜相让这个女人一辈子都没有做母亲的资格。所以华妃才是后期甄嬛永远越不过的屏障。好了，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订阅胖妮，下期更精彩。